有个水友问我啊，狮子狗被大砍了啊，螳螂能不能玩了？虽然说天敌被削了，但是螳螂的天敌啊，可不是只有狮子狗一个呀，所以它的强度啊中规中矩啊，不算强也不算弱。它这个英雄啊是用来降维打击的，就是你的意识啊比对面高一个层次，你用螳螂就是乱杀；反之，你的意识啊要是不领先对面，甚至还没有对面意识好，那你的螳螂啊就会被打成喜之郎。所以啊可以拿来虐菜，或者打对面啊全脆皮阵容。但有时候吧，这个运气比较不好。就像这一把，本来我以为啊是中单9桶，对面就一个狗熊比较肉，结果好家伙啊，中单狗熊出肉的，上单9桶也是肉，萨勒芬尼也是肉，卡莎是借弓双生护甲鞋那套，就一个稻草人啊还脆一点，所以这把玩的极其难受。然后这边的话，我刚上的红区啊，下路被线杀了，所以只能放这个下河蟹，结果上河蟹啊被狗熊给打了，只能强行去上路啊抓下这个9桶。这个柱子消失了啊，奥恩没击飞啊，但没关系，我们接一个 QWA 一下。奥恩大招顶起来啊，但伤害不够。但这边的话，他闪现一个 QW 杀了。我们正好混了经验啊，升个5级，把线推进去呢。这边冰女来了，我们可以啊再包一波。奥恩先上啊，冰女中路，我们接一个啊 QJW， 看到没？没有孤立效果，螳螂伤害真不高。这个9桶啊，甚至没出护甲鞋。以前螳螂强是大家伤害都不高，你有孤立呢，你能先秒人家。但是现在啊，伤害都溢出了，这个孤立效果啊，反而成为限制螳螂的一个点了。本来是为了让螳螂伤害更高的，结果现在倒好了，对吧？变成紧箍咒了，限制自己。至于现在啊，螳螂的装备先出吸血鞋，哎，这边有个稻草人，我们 AQW 啊差一点，他给我恐惧了，然后这个9桶把我炸开了，我要飞过去，他又给我顶出来了，后面还有个狗熊。然后我做这个视频的时候，我才发现他喵的这个冰女居然回家了。不管什么时候，对吧？尽量支援一下。就我打5排带水友，我经常说，对吧？对线稳住，别死。中路跟我节奏，你就是不会玩啊！你跟着我走，时间长了，你就养成支援的习惯了。很多水友上车玩中单啊，都喜欢清完兵就回家，清完兵就回家。队友打起来之后啊，才刚开始往这边走。你要养成一种啊很灵敏的嗅觉，就是感觉要打架了，你就提前靠。这个东西没什么诀窍啊，就是多玩。想快速养成，就找一个后弯打野带着你。就这个游戏啊，想练一个位置，比如说你想玩中单，就找一个后弯的打野带着你玩。反之，你想练打野，就找个后弯的中单啊支援你，下路2个人也一样。想练 AD 就找个后弯的辅助啊配合你，想练辅助呢就找个后弯的 AD 指挥你。至于上单的话啊，世外桃源跟队友的联动啊不是很多，想提升自己啊就学习对面。比如说你用诺手打不过对面万豪，你就看人家先教哪个技能，怎么处理你的技能的。反正无论哪个位置啊，只要打架了就尽量去支援，因为这个版本啊你发育没用的，队友前期打架崩了，你再怎么努力都没用，甚至段位高一点啊都没有什么对线期，就辅助中单跟着打野啊，在对面野区各种搞事。你可以说他农化了，但没办法啊，想上分就得农化。就不说别的啊，你玩打野小龙团了，你们家双人组放线过来支援你，你是不是有一种啊被重视的感觉？那么后续你们整个团队的气势就上来了。如果对面线上啊跟着打野抓你们家打野，你在线上啊风轻云淡啊清兵吃塔皮，那我保证啊10个打野有9个得找你事儿。他可能不会攻击你，但他绝对啊不会好好给你玩。当然啊打单的愤怒除外。好，继续说装备啊。出完吸血鞋，幽梦星矢，第3件职业大穿甲，第4件可以巨石啊，如果对面没有盾的话，就换叶之锋刃，最后补个复活甲。符文的话可以带先攻，也可以带电刑，看你的个人习惯。小符文3黄，最后带个猛然冲击。至于螳螂啊，需不需要带巨杀？我感觉啊，对面只要有肉的话就得带，因为螳螂杀脆皮啊，它不需要符文的伤害，唯独打肉特别需要巨人杀手。虽然螳螂不适合打肉，但只要你是小优势啊，有孤立效果，带个巨杀啊还是能打得动的。像这把我以为对面都是脆皮，结果这个狗熊和9桶我处理不了呀。这里我寻头有复活甲，拆个影响走的，但这个9桶的一技能怎么这么快？他居然玩的是肉装 CD 流，卡莎 W 还能探我隐身。这边被打出复活甲了，后面还有个狗熊，我靠，这玩意打小规模团战啊，2v2 3v3 还行，打5v5的话它不好切呀，尤其是后期，只能靠对面脆皮啊给你机会，一个人过来探草啊，你秒一个就行了。你像对面这种铁桶阵容，前面2个肉啊，后面的话卡莎也很肉，萨勒芬尼也是肉，就一个稻草人，他还躲在后面。一般这种情况下啊，是需要一个大河帮你兜底的，要么 AD 要么中单。但这把的话，维鲁斯下路被爆了，所以说没有伤害，就只能依赖我的 W 进行消耗。然后上波的话见好就收啊，这一波的话我想偷这个稻草人的，但是他提前看到我了，这个控制是真恶心，一个沉默一个恐惧。对面还追过来，我们 W 减速，维鲁斯接大招啊，然后这边的话我看准一个残血想去秒，结果卡莎已经被秒了。9桶有点肉啊，萨勒芬尼大我，稻草人跳进来了，完了。然后进入我们的守家环节，这边的话我们只能用 W 一直丢，后期就这样啊，你进不了场。但这边的话有机会啊，继续掏死一个，然后赶紧跳出来，隐身往后拉啊。这把的话我的优势很大，
但团战的话，只能偷一个人就跑，没有那种啊能力挽狂澜的感觉。说实话，你这把给我剑圣我都能赢，好歹有露露，知道吧？露露配剑圣，螳螂就跟男刀一样啊，他不是配软辅，没法带着软辅啊2打5。然后这里对面上头了啊，居然想强行一波，我们杀掉2个啊，再打这个霸王龙，还搁那吃呢，没兵线你就吃不动，等9桶下来啊，你个逼样的往你顶我。我们 Q 技能啊 A 一下，E 技能过来还炸我，他E技能我们直接闪现根啊就杀你。看到我这么坐牢啊，你还觉得螳螂好玩吗？甚至我连兵线都清不了，还得让露露来帮忙。然后对面大龙啊准备最后一波，已经拖不了了，只能孤注一掷啊，跳上去先秒这个萨拉菲尼，结果他闪现了。我们继续追啊，给个 W， 后面有个稻草人，然后卡莎不打正面还飞过来找我。对面2个州这么狂吗？我们家有维鲁斯啊，正常来说对吧？对面这个阵容挺怕维鲁斯的，结果他被狗熊给冲死了。这里我们想追啊，结果这稻草人果然在这边跳了。我想切这个萨拉菲尼的，但是我伤害不够啊。对面全包在一起，还都出肉。螳螂不怕你纯输出，就怕你玩肉装，因为他先手能力很强，对吧？都是纯输出的话，他能先秒你。但是你们全出肉啊，对吧？就靠技术伤害都能把螳螂给打死。所以我不推荐啊这个版本用螳螂上分，哪怕狮子狗被大砍了，也比他强。